你们是谁？想干什么？我是你的救星。你什么意思？你妈脑瘤破裂，手术费需要30万，这钱我可以给你。你什么条件？以我弟弟方逸尘的身份，出席3个月后的继承仪式，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万报酬。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去？你不需要知道。是有危险，对吧？你们现在需要一个替身，那凭什么让我去？凭什么？就凭你母亲的病等不起，就凭你连30万都拿不出来。乔望川，你别无选择。不，是你别无选择。你如此急切，甚至想用绑架的方式找一个替身，说明继承仪式根本就无法推迟，而真正的方逸尘根本就无法出席。而你避谈他的下落，不是保密，而是很有可能他已经死了。如果他死了，那么千亿家产会落到谁的手里？显然不是你，否则你不会找上我的。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是谁？自然是最想让他消失的人。所以你需要我这个替身，不然的话，杀他的人就会得到一切。你找我，不是施舍，而是自救。我才是你的救星。逸尘的死讯我已经封锁了，你怎么会知道？推理，很简单的逻辑。说说你的条件。总价1000万，先预付500万，存入我指定的账户。另外，还需要提供方逸尘生前所有的完整资料，包括行为习惯以及必要的培训。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方逸尘。你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我快急死了。出去筹钱了。医生说要尽快手术，至少要30万。要不我找老师发起募捐。不用。你去抢钱了？打工赚的。什么工作一天能赚这么多？乔望川，你告诉我实话。林心，我要出一趟远门，我妈可能要麻烦你照顾一下。包里的钱，剩下的就当是你的补偿费。学校那边帮我请个假。你去哪儿？去多久？还有3个月就要高考，你不是说了要考军校吗？阿姨也盼着你考上大学，你不能……我会尽量在高考之前回来的。如果我回不来，密码是我妈生日，里面有足够的钱，足够后续治疗，还有请护工。那些，我妈就拜托你了。你会平安回来的，对吗？我会的。记住，方逸尘习惯解开衬衫前2颗扣子，这种细节比长相更容易露出破绽。继续。集团的核心成员有7位，其中最难缠的是二叔方振海，他
他是集团副董事长，掌管海外业务。3个月前父亲病重时，他就想推动改选继承人。他儿子方凌渊纨绔子弟，但也不容小觑。他和方逸尘向来不和，他们一定会质疑你，所以你必须撑过这3个月，在继承仪式上签字。一旦露出破绽，他们绝不会放过你。明白。太像了，连那股倔劲都像。哎呀，爸，都几点了？车都那么高，学摔下去，方逸尘他肯定死了。方新月派人去找，恐怕连具尸体都捞不上来呀！闭嘴！爸，我说的是事实，只要确认继承人死亡，您就是第一顺位啊。事实？现在的事实是，方新月还没有发讣告，媒体也没确认死讯。你嚷嚷的，全宅子都知道是我们动的手。老爷，少爷他死了？不是，大少爷他回来了，车到门口了。你说谁回来了？欢迎少爷回家。爷，逸尘，你终于回来了。爷，近来身体可好？好，你回来比什么都好。怎么可能？爷，今天是我的接风宴，我回来不应该很正常吗？你已经死了。逸尘啊，你别介意啊。凌渊只是听说你的车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担心你。哦，二叔消息倒是挺灵通啊，不过是一些小事情，早就已经处理完了。倒是凌渊，道听途说就信以为真，将来可成不了什么大事。你是假的，你不可能是方逸尘。假的？爷，你看我像假的吗？是我孙子，逸尘，快入席吧，菜要凉了。爸说的是，都坐吧。他绝对是假的，他绝对是方新宇主任冒充的。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我们慢慢戳穿他。二叔，你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我，未免也太俗套了吧？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我在方家生活了18年，谁不知道我对虾过敏？你新来的？少爷，对不起，我忘了。连主人的忌口都不知道是什么，留着你还有什么用？明天不用来了。逸尘，阿贵在方家干了10几年，只是一时疏忽，别多气，让他再给你换道菜。逸尘啊，来尝尝这个啊，新鲜空运的。味道不错。少爷，
我忘了那盘鱼的酱汁是用虾头熬的酱高汤熬制的，我对不起你。爷爷，你看看，一点事儿都没有。方一晨可是对虾严重过敏，只要沾一点就是呼吸困难，全身起疹。他把虾都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他绝对是假的。他是假的，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抓紧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拿下！方林渊，放肆！你敢动我弟弟！方老少爷，你们没事吧？没事。我只不过是不对虾过敏，你就能断定我是假的？方凌渊，你这个脑子是怎么当上项目经理的？二叔听你都这么……你少装了！方一晨的过敏是遗传性重度过敏，从小到大经过3次急救室，怎么可能说好就好？因为我做了脱敏治疗，2年，每周注射1次，过程虽然是痛苦了一点儿，但是身为方家人，身上不能有这么致命的缺点。万一哪天有人想害我，在我食物里面掺一点虾粉，那我岂不是任人宰割呀？这个道理是我在出国前爷爷私下嘱咐我的。没错，这话是我的义诊说的。你质疑我的身份，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不分场合的大呼小叫，遇事急躁，甚至还想在我的接风宴上动手抓人，这就是方家给你的教养吗？你他妈一个冒牌户也非教训我！够了，林渊，你太让我失望了。从明天起，暂停你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回家好好反省。爷爷，我还不快给你堂哥道歉！小不忍则乱大谋，拆穿他的机会多的是。堂哥，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我给你倒酒杯子。哎呀，堂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堂哥，你纹身呢？我记得堂哥右手小臂上有明显的一束鹰头纹身，是我15岁生日亲眼看见你纹的。堂哥，你的纹身呢？各位，这个人是假的。这个人是假的。爸，您都看到了，这个人身上根本就没有纹身，根本就不是我侄子方逸晨。心月，这个人是你带回来的，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你到底是从哪儿找来个冒牌货，敢冒充我方家的继承人，到底有何居心？不就是一个纹身吗？你们就断定我是假的？你就是假的！我亲眼看着纹上去的，绝对错不了。方凌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下犯上，质疑我的身份，我念在你是我的堂弟，我一再忍着啊。可你呢，变本加厉，还在爷爷面前撒泼，你真当我没有脾气啊？你少虚张声势！有本事你告诉我纹身去哪儿了？不就是一个纹身吗？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纹身呢？洗掉了。15岁的时候觉得纹着好玩，现在觉得幼稚又不得体。身为方家未来的掌舵人，身上留着这种东西像什么样子？你胡说！纹身怎么可能洗得那么干净？一点痕迹都没有！你就是假的！想要花言巧语糊弄我们吧？方凌渊，你为了证明我方逸晨是假的，真的是绞尽脑汁，连常识都不顾。还是说你判我死判得太久，
得了失心疯。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遮瑕膏？你必须纹一个，这是方逸晨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我不纹，我有了纹身，我以后就不能考军校了。那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查。纹身的事情我来想办法。你去帮我找一个最顶尖的特效化妆师。你要画个纹身？对，画一个纹身，要画一个被清洗过的纹身，要模拟激光清洗过后留下的淡青色轮廓，颜色一定要做旧，像是被处理过半年以上的样子。不是，不是你，这纹身既然洗掉了，为什么还用指甲膏给盖住呀？故弄玄虚什么呀你？个人喜好还需要向你汇报啊？我只是觉得这个痕迹不美观。今天是我的解放宴，你千方百计的要证明我是假的，你到底想守护住方家的血脉，还是说打你心里就觉得我方逸晨该死啊？你凌渊，休得无礼！逸晨，凌渊也是关心则乱，怕有人鱼目混珠。毕竟你消失了这么多日才回来，难免惹人猜疑。方凌渊，方逸晨是我亲自接回来的，我以人格担保，他就是我方新月的亲弟弟，是方氏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屡次放肆，眼里还有没有爷爷？有没有家法？你担保你也在，你就是一个养女，谁知道你是不是联合外人，想谋夺我们方家的家产呢？再说了，有些人血脉不正，靠我们方家施舍才能够站在这里，心里别提有多不甘了。我姐姐方新月是父亲生前正式收养血肉族谱的女儿，是爷爷承认的孙女，是我方逸晨承认的至亲。她为方家付出的，比你这种只懂得吃喝玩乐的人多10倍100倍。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半个侮辱我姐姐的词，就不是扇巴掌这么简单了。我方逸晨的家人还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我跟你拼了！爷爷，新月姐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您是看在眼里的。方凌渊屡次挑衅，还污蔑家人，虽然不得已才出手管教，请爷爷明鉴。新月是我方家的女儿，这一点永远不变。她对方家的忠心，我从没有怀疑。逸晨回来的是喜事，凌渊，你情绪失控，言语不当，向新月道歉，否则这半年的生活费不够。新月姐，对不起。好了好了，闹剧到此结束。逸晨刚回来也累了，都散了吧。回去再说。哎爸，肯定是假的，那个方逸晨肯定已经死了，摔下悬崖，车裂爆炸，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呢？这肯定是方新月不知道从哪里找的替身罢了。我也确认方逸晨死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尸体，老爷子根本就不信方逸晨就是还活着。那怎么办？难不成我们眼睁睁看这个冒牌货以方逸晨的名义继承千亿家产吗？方总，您之前让我紧急调查的人有眉目了，这是他的初步资料和照片。是他，这个人一模一样，虽然忌日不一样，但绝对是他呀！爸，我们快拿照片给爷看，再传下去啊！光有照片有什么用？我们怎么证明现在坐在主宅里的这个方逸晨就是这个叫乔宏川的穷学生？这还不简单吗？这长得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如果方逸晨没有死呢？如果他真的就是方逸晨呢？我们拿着一个陌生同学的照片去指控方家的嫡孙是冒牌货，对不对？
动动脑子。我们这样做啊，在老爷子眼里，只会变成我们为了夺权而不择手段陷害方逸尘的又一证据。那怎么办？难不成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办法当然有，我们证明不了他是方逸尘，但是我们可以让别人认出他就是乔望川。别人？他原来的同学、老师、邻居，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只要我们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叫出乔望川这个名字，指认他就是那个穷学生，你认为这个替身还能装得下去吗？老爷子还会信吗？对呀，让他回到自己原来的环境里去。不，爸，他会去吗？由不得他不去。明天早饭时，我会提出让他继续学业，一个合理的、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爸，这医生回来是大事，不过呀，他毕竟才18岁，虽然聪明，但如果现在就直接全面接管集团事务，恐怕会让那些老臣觉得稚嫩，也容易惹人非议。你的意思是？我觉得一晨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完成学业，他还年轻，打好基础，未来才能更好的执掌方家。你说的对，我这就请家里教师来。爸，这学历啊，不仅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更好的建立人际关系网。我建议啊，一晨可以去江城一中就读，那还是重点中学，里面的同学啊，未来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现在积累的同窗之谊，就是未来的人脉基石。郑海说的对，你觉得呢？还是二叔考虑的周全，就按二叔说的吧，就去江城一中。好。你疯了？为什么要答应？学校是你最危险的地方，周帆龙、林夕，还有那么多老师同学，随时可能认出你。我不回去的话，还有别的办法吗？他们大可以直接把我妈或者林夕直接请到方家，到时候场面更悲剧。但是你可以找别的理由，就说要专注集团事务或者担心安全。理由我可以找，但是根本就打消不了他的疑心，更阻止不了他的行动。我主动回去，反而显得更坦荡。方逸尘不怕被人认出来，因为他就是本人。我可以利用现在自己的新身份，主动回到现在的旧环境里面，让那些认识乔望川的人一眼就能认识我是方家继承人方逸尘，不是乔望川。主动出击很重要的。这些是理由，但不是全部吧？你是不是在担心你以前的那些同学和阿姨，怕二叔对他们不利？如果我不回去的话，他们的目标就会成为我周边的人。我妈还在住院，林夕还只是一个学生，我不想因为我把他们卷入危险当中。我主动回去，二叔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我的身上，这是我最直接保护他们的方式了。你想清楚了，每天在认识的人面前演戏，那可不容易。我知道，毕竟有1000万呢，我会努力的。要我说，乔望川那小子肯定是不来了，他妈的手术费都够他打工打一辈子了，高考，做梦吧！你少胡说八道，望川说了他会回来的。你还真信啊？我看他这会儿不知道在哪个工地搬砖呢，说不定以后我还能住上他建的房子呢。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望川比你好，比你强10000倍。林夕啊，别以为你是班长你就……班主任来了。同学们安静一下，今天我们班将调来一位新同学，这位同学的情况有些特殊，希望大家保持礼貌和尊重。高3下学期还转学，少见。进来吧，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子一模一样。可是陆忘川为什么会以新同学的身份出现？大家安静，这位是方一晨同学，之前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最近刚刚回国，并转入我们学校我们班。因为他和乔望川同学的外貌非常相似，大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但这确实是2位不同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友好相处，并帮助方一晨同学尽快适应国内的学习环境。真的假的？这也太像了吧！双胞胎都没这么像，气质差好多。这个方一晨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的。方一晨同学，你的座位暂时安排在林夕旁边吧。林夕，你是班长，要多照顾新同学。嗯。是他吗？如果不是，那忘川去哪儿了？这个人肯定就是乔望川，回来还装起少爷了。我下课就拆穿他，非得让他当众处处不可。乔望川，你他妈搞什么鬼啊！别以为换个身份，剪了新发型就能回学校装少爷。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别他妈装了，穷鬼就是穷鬼，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东哥，这小子好像不怕你啊。周家三房的小儿子周攀龙。你爸周建业在集团里面挂了一个闲职，年分红不超过200万。你大哥周攀民在负责地产项目，你二哥周攀宇在国外读书，而你高3了，成绩常年垫底，打架斗殴记过2次。如果不是因为你姑父是校长的话，你早就已经被开除了。我说的对吗？龙哥，他怎么知道了这么清楚？查我？你他妈吓唬谁呢？吓唬一个三流家族最不受待见的弃子，也配我费心吓唬？你他妈再说一遍！周发楼，你松手！哦，你们周家最近在争西城那块地皮吧？可惜了，方氏集团早就已经跟市里谈好了开发协议。前2天你爸还托人约我爷爷吃饭，不拒。哎，你说，如果你今天得罪了我，导致你们周家彻底跟方家断了联系，你那个在家里最不受待见的妈，会不会被赶出周家？你少在这编故事！你以为你是谁啊？方一晨，方氏集团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装什么装？你小心！看来光动嘴是没有用的。你松手！刚才动手的时候，说没有想想后果。方一晨同学，这里是学校，打架的话会被记处分的。班长去，这是我的私事，我劝你不要，否则伤及自己。这语气，这眼神，完全不是我们指的江望川。我姑父是校长，你敢动我，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跪停课？校长？哦，你说的是张启明？巧了，市教育局副局长是我爷爷的门生。方氏集团每年都会给一中捐赠助学基金，占学校额外预算的30%。你说，如果我现在打一个电话，说你周攀龙校园霸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要求学校帮严肃处理，你那个靠关系当上校长的姑父，还能不能做出来的事？你胡说，少唬人了，我才不信！
是。哎，等等，你想怎样？简单啊，我们打个赌，如果在放学之前，你的校长辜负张琪，安然无恙，算我输，我当众向你道歉。但是如果他被停职调查，你周攀龙以后在学校见到我，就要低头叫一声战友。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说白了就是当我的小弟。怎么样？干不干？这了不起，你也太狂了吧！让龙哥给他当小弟，他肯定不是强王川。赌就赌，我才不信你有那么大本事！好，那在座的各位都是谁？他到底是不是汪川？如果不是，为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如果是，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又怎么会成为方家的继承人？李叔啊，对，是我，一山啊，在一中过得挺好。有一件事情我想向你反馈一下。对，关于校长张琪。李叔啊，难道是？这不是会在李董？看他这语气，好像是真的。装什么装？打个电话谁不会啊？李叔，我现在就让姑父过来。姑父，我被人欺负了。就在我们班，一个新来的叫方逸晨的，不仅打我，还威胁说要让你丢掉工作。你快来！等着吧，我姑父马上就到，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好。我等着。姑父，救他！不仅打我，还出言不逊。方少，让你受惊了。我这个侄子不懂事，冲撞了你，我代他向你赔罪。姑父，你怎么？该道歉的是他。啊，姑父，你怎么打我啊？打你都是轻的，赶紧向方少道歉。啊，方少，实在对不起。我这个混账侄子不懂事，冒犯了你，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刚刚李董已经给我打电话了，希望方少可以高抬贵手，在校长会上帮我美言几句，不然我这校长的位置。张校长，你的侄子周攀龙在校园里面拉帮结派，欺负同学，目无尊长。已经不是第一天两天了。你作为校长，不仅不加以处理，反而处处包庇纵容。你说你下联，非当行可长。是，方少，你批评对，我改，我一定改。周繁龙，你给我停课1周，回家写5000字的深刻道歉。啊，姑父。还有你们几个记大过一次，全校通报批评。以后再敢跟着周繁龙胡作非为，立刻开除学籍。我的天，难道还真的是方家的手？龙哥这次是踢到铁板了。妈的，乔望川，你给我等着！
周帆龙，你是谁？我是来帮你的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新找的那个方一晨就是你原来同学乔望川，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因为真正的方一晨他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叫乔望川的穷学生罢了，被方新月找来冒充的。我就知道他是乔望川。如果你能拆穿他，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啊！100万？一晨，你不能去！他们抓走了林夕。我知道，但方逸晨刚认识林夕，按照他的身份和性格，他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同学去冒险。你突然冲过去，等于告诉所有人你是乔望川。他是我朋友，不能不管。你想清楚，如果你身份暴露，任务失败，你1分钱都拿不到，你妈的治疗怎么办？你自己也会有危险。二叔不会放过你这个知情者。我知道，但我不得不去。方逸晨，你哟，还真来了。乔望川，装不下去了吧？放了他，放了他，可以啊。只要你承认你不是什么方逸晨，你就是穷鬼乔望川，承认你是冒牌的，是为了骗方家的钱。周帆龙，你脑子被人夹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别嘴硬！我既然敢这么做，就是有把握。给我打，打到他承认为止！给我打，打到承认为止！周帆龙，你就找这种货色。我是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就凭他们几个还奈何不了我。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叫方逸晨，你被人当枪使了，你傻不傻？等我回去了，你和周家我一个都没放过。乔望川没有这样的身手和这样的技术，难道真的搞错了？撑不下去了吧？还装？继续打！住手！你怎么样？望川，你怎么样？哪里受伤了？看，他就当望川。夫君，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冒牌会露馅了。爷爷，您都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是堂哥。今晚他们救那个叫怜惜的女同学，那个女生亲口叫做望川，他就是乔望川，是方新月找的替身。逸晨，你有什么解释的？你他妈敢打我！你就是见身份败露了，就恼羞成怒了。逸晨，住手！逸晨，你这是在干什么？给我一个理由。我打他，是因为他太蠢，蠢到如果今天我不给他一个教训的话，他就会把方家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你放屁！现在说的是你身份的问题。我的身份，你就只会盯着这个是不是啊？我问你，你为了证明我是那个叫乔望川的高中生，你是不是绑架了那个高中生的同学，用来威胁我、逼我？是又怎么样？方法有用就行了。你去了就证明你心虚，你就是乔望川。方法有用？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整个方家？你胡什么呀？我去，不是为了救那个女同学，我去是救了方家，是救你这个蠢货闯下的弥天大祸。你救我？
你编故事也编得像样一点吧。我问你，你绑架林夕之前，哪怕有没有花1分钟的时间去查一查他的背景？一个穷学生有什么好查的？穷学生，她是现任江城市治安局局长林东明的独生女。你绑架局长的女儿，还用她来威胁人？啊！如果她今天出现了一点的伤害，哪怕是擦破了脸皮，你觉得林局长会善罢甘休？方家有多少的产业，多少项目，经得起治安局系统的重点关照？到时候方家会蒙受多大的损失，你想过吗？我现在终于知道了，爷爷为什么不把重点项目交给你这种人手里，因为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做事不计后果，只会盯着自己眼前那点蝇头小利。方家要是交到你这种人手里，迟早完蛋。宁远，太让我失望了。从今天起，关于奕晨的身份，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无端的质疑。谁再敢用这种下作的手段试探、污蔑我方家的继承人，得怪我家法伺候，逐出家门。爸，我也连你母亲，那个玩火，我也要弄死他！弄死他？你拿什么弄？你除了会闯祸还会什么？他说的没错，你就是个蠢货，连对方背景都不查就动手。不是爸，我怎么知道那个林夕就是治安局局长的女儿啊？所以我说你是蠢货，做事情不用脑子。不过这次也不算全无收获。爸，你有办法了？我已经调查过了，那个乔望川是出了名的孝子，他母亲沈彩虹脑瘤，现在正在市医院住院。乔望川为了他母亲的医药费，所以才答应方新月来冒充。爸，您的意思是说从他妈那儿下手？这人一急啊，就容易出乱。我已经跟医院那边打点好了，让主治医生给沈彩虹再加点药，让她出现病危状态。乔望川肯定会不顾一切的要回来，到时候我们就在医院布下天罗地网，拍下他和沈彩虹母子相认的证据，就能在爷爷面前彻底揭穿他。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一击必杀。阿姨，阿姨，你怎么了？王医生，护士！病人突发严重并发症，情况危急，需要立刻进行2次开颅手术。那快手术啊！手术风险极高，需要直系亲属签字。你能联系上他儿子吗？他出远门了，我可以代签吗？不行，这是重大开颅手术，必须直系亲属签字。病人现在颅内压持续升高，每耽误1分钟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可是他电话关机了，我根本联系不上他。你赶紧想办法找到他儿子，让他必须马上赶过来。再拖下去，神仙都救不活了。我只知道他出远门工作了，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要么现在找到他儿子，要么放弃手术。你可想好了？方总，少爷之前用的手机一直在响，显然是林夕小姐打来的。必须马上手术，家属到底能不能来？我根本联系不上他。医生，能不能先做手术？我想办法再联系他。不行，医院规定这种高风险手术必须直系亲属签字，你赶紧想办法。我妈病危。等等，这太巧了！你刚在爷爷那里占了上风，二叔他们对你怀恨在心，你母亲就突然病危，这很可能是想引你出去，抓住你和你母亲相认的证据。可是这条信息是林夕发的，他从来不会骗我的，而且我妈本来身体状况就不是很稳定。万一林夕也被蒙在鼓里呢？万一王医生被他们收买了呢？
就算是全套的话，我也得去。那是我妈，我不能拿她生命冒险。快，跟上，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见机行事。方少，你来了，谢谢您来探望阿姨。阿姨的情况暂时稳住了，但王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需要他儿子乔望川来签字，我联系不上他。你能帮忙想想办法吗？王医生，阿姨的病情为什么会突然不好？你之前给她用的什么药？这个病人是突发性颅内压再次急剧升高，原因复杂，手术方案需要家属签字。我是方逸晨，方家的人。如果我现在以方家的名义让你不顾一切的救治沈阿姨，所有的费用还有责任我们来承担。现在能不能立刻手术？这不符合程序呀。好，你先出去。好的，方少，请您尽快答复。我们中计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手术做不做，只想逼乔望川现身。那现在怎么办？方少爷，病人情况真的不能再等了。您到底是不是病人亲属？我们需要直系亲属签字才能手术呀。林夕，你听着，现在只有我能救沈阿姨。方少，你说什么？妈，我来了，别怕，儿子在这儿。方少爷，您到底是不是沈彩虹的儿子？手术必须是乔望川签字呀。我是乔望川，所以您承认是病人儿子了？那请快签字。现在立刻手术，所有的责任我来负责。方董，全部都录下来了。乔望川亲口承认，并握着病人的手叫妈。爸，这次他死定了。妈，我来了，别怕，儿子在这儿了。方少爷，您到底是不是沈彩虹的儿子？手术必须是乔望川签字呀。我是乔望川，所以您承认是病人儿子了？那请快签字。现在立刻手术，所有的责任我来负责。明天一早我就带证据去见老爷子。对了，你确定乔望川没有发现？绝对没有，我伪装得很好。医生，沈阿姨现在什么情况？手术很成功，病人生命特征基本稳定，但还需要在 ICU 继续观察48小时。谢谢医生。谢谢你。可是，你为什么要帮助阿姨？毕竟同学一场嘛，看到你为难，身为同学帮助一下也是应该的。逸晨，我们该走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有任何情况立刻联系我。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阿姨的。爷爷，各位长辈，今天我要揭露一场惊天大骗局。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方逸晨，而是江城一中的贫困生乔望川。妈，我来了，儿子在这儿。所以您承认是病人儿子了？现在立刻手术，所有的责任我来负责。秦月，这是怎么回事？方凌渊，你少在这捏造事实。捏造事实？可视频里他可是都叫妈了呀！爸，铁证如山呀！这个冒牌货肯定是为了钱才冒充方逸晨，说不定真正的侄子已经被他害了。逸晨，
你有什么要说的？爷爷，这段录音是真的，我昨晚的确说了这句话。但是二叔他们父子二人伪造了前因后果，请允许我请几位证人进来。进来。方爷爷好，昨晚是我求着方少去医院探望沈阿姨的。阿姨脑瘤压迫神经，昏迷中一直在喊小川的名字，抓着方少的手不放。王医生就说要立刻手术，所以我才想着让方少过去，替他儿子签了名字。我可以作证，病人当时确实神志不清，把方少爷错认成自己儿子。我当时着急救治，逼方少太急了。方少为了救治沈女士，就承认了。方领员，你三番两次害我，到底是什么居心？巧舌如簧，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女人叫忘川？她可是清清楚楚的喊出你的本名。二叔，您伪造证据陷害我，是因为您知道爷爷正准备把继承人的位置给丢光，您就再也没有机会。你胡说！明明是你冒充。够了，郑海，你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爸，我这都是为了方家血脉纯正啊！这个乔永顺，这个方逸晨，他来历不明啊！说到来历不明，王医生，您先3天账户里多了200万，解释一下。方总，对不起啊，是方林元，他逼我的，他让我在沈彩虹的药里加东西制造病逼，又让我诱导方少爷承认身份，还答应事成后给我300万。你胡说什么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怕灭口，我偷偷录了音。泽恩这事儿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就算出事儿了，也是医疗事故，跟你没关系。可那是人命啊！一个求我在脖的命值几个钱呀？事成之后，300万直接打到你海哥账户里。王振海，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振海，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哎呀，爸，我这都是为了方家呀！这个方逸晨来历不明，我只是为了想查清楚真相啊！对啊，爷爷，我是冤枉了，这东西是伪造的。二叔，事情都已经摆在面前了，你还不承认是吗？啊，王医生账户里面的200万，银行有流水，要不我们现在调出来比对一下？是你阿威的东西。够了，振海，从今天起暂停与国内集团的一切职务。爷爷，好吧，方逸晨，算你狠。走。好了，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吧。逸晨、新月，你们2个留下来。危机暂时解除了，振海父子被勒令反省，暂时应该不会掀起什么大浪。但是，逸晨，你处理得很好，果决冷静，甚至有些过于熟练了，完全不像你出国前的样子。爷，人经历一些事情，总是会成长的。成长是好事，但有些事情光靠成长解释不通。比如
你对那个叫沈彩虹的夫人似乎关心过度了。一个陌生同学的母亲，质疑你冒这么大的风险，甚至落下画饼。爷爷，奕晨他……新月，你先别说话。奕晨，我想听你亲口说。爹，我是在林夕的恳求下才去的。还有，如果我不去的话，方凌渊他绑架警察局局长女儿的罪名一旦做成的话，对方家的冲击力会非常大的。我过去，既是为了救人，也是为了堵住即将可能蔓延到方家的火。说得好，情理兼顾。你先出去吧，我跟新月再说几句。新月，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告诉我，奕晨这次回来到底有没有问题？爷爷，他千真万确就是方奕晨，是二叔他们不甘心，所以才屡次陷害。但愿如此，方家再经不起内斗了。您多看着他点。好的，爷爷，今天的事让您费心了。我累了，你们先回去吧。好的，爷爷。爷爷刚才跟你说什么？爷爷也担心你的身份，不过我已经帮你解释了。那就好。弟弟，今天这一仗打得漂亮，步步为营，反击的恰到好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王医生为什么突然倒戈？二叔给他的价码可不低，按理说他应该死死咬住我们才对。每个人呢都有软肋，王医生的软肋不在于钱，而在于人。你是说他的家人？他不仅洞悉人性弱点，更能精准地找到并利用他，这份心智与果决远超我的预期。向阳呢？在车上等着。今天多亏了你提前布局，只是未雨绸缪罢了。二叔以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接下来我们更要小心一点。爸，我们今天就这么轻易的认输了吗？那个野种在老爷子面前出尽风头，还有那该死王医生，闭嘴！输了就是输了，还有什么用？这次是我们轻敌了，没想到他会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掐住了王医生的命脉。不过新月和那个乔望川真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爸，您还有后手。整容只能改变外貌，但改变不了血型。对呀，沈彩虹住院的时候就在市立医院，她住院期间肯定有详细的理疗记录。乔望川他肯定想不到这个。不是没想到，是他根本就无力改变这个铁证。沈彩虹动过手术，输血记录或血液化验单是板上钉钉的。只要我们能拿到他的血型证明，再拿到现在这个方逸晨的血样，两相对比，如果血对得上的话，那就能证明这个方逸晨他是假的。思路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拿到乔望川新鲜且无法抵赖的血样？常规手段容易打草惊蛇呀。方总，您找我。阿龙，你去办2件事情。第一，想办法从市医院档案室里拿到沈彩虹手术的所有病历，特别是血液相关报告，弄一份回来。切记要隐秘，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明白。第二，通知下去，以集团的名义筹备建立核心成员健康档案。是，方总，我会安排的。啊，这次我要让他原形毕露，彻底滚出方家。急什么？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证据齐全了，我们才能一击致命。爷爷那边暂时应付过去了，但他起了疑心，以后我们要更加小心。我知道，二叔这次被踩得这么狠，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法子。我最担心的是你妈那边，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人在医院始终是个软肋。谢姐，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帮我。你说，帮我妈办理转院，转到方氏集团控股的私立医院，用最好的设施，但是身份一定要保密，除了你、我、林夕，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确切位置和情况。好，我明白，我会安排向阳亲自去办。谢谢。方总，您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这是市医院沈彩虹的病历和血液检查报告复印件，她的血型是 AB 型。AB 型？确定不会有假？确定，这是她的手术检查，做不了假。啊，沈彩虹要是 AB 型的话，那现在这个假的方一晨的血型就不可能是 O 型血呀。很好。我记得方一晨小的时候出过一场车祸，医院记录他的血型是 O 型。O 型血的孩子，他的母亲不可能是 AB 型，所以我们只要拿到他的血样证据，就能让他再无翻身之地。方总，少爷，刚刚收到消息，明日集团以全面体检为由，通过私人关系联系了市里几家顶尖私人医院和体检中心，要求采集集团核心成员和直系亲属的基础健康档案，说是要建立家族健康档案，防患于未然。健康档案？他们搞什么名堂？爷爷知道吗？老爷子那边似乎默许了，说是镇海副董的一片好心。重点不是档案，重点是他们要通过这次体检，拿到我最新最权威的生物信息。他们是想验证你的血型，甚至拿你的血样跟沈阿姨做对比，那怎么办？体检肯定躲不过去，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躲不过就不躲，将计就计。方先生，请握拳。方先生，您的血型为 O 型血。辛苦了。他们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你要随时小心。戏台已搭好，就等他们上钩了。爸，方新月他们出来了。等血型报告出来，就是送他下地狱的铁证。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血型是 O 型。O 型血？怎么可能？难道沈彩虹的血型报告是假的？或者他根本就不是沈彩虹的儿子？不对，一定有问题。就算血型对不上，我也要让他们做亲子鉴定。只要鉴定结果是对的，我看你在老爷子面前怎么解释。敢动我方家一分一毫，我定要让他生不如死。少爷，按照您的吩咐，抽血时用了点小技巧。血液样本在送入分析前已经被我们的人用提前准备好的符合方一晨血型的备用血换掉了，真正的样本在这。做得干净，绝对干净，所有细节都打点好了。可是二叔已经起疑了，一次血型对不上，他肯定还会想办法，尤其是亲子鉴定，
如果让他找到机会，他们不会有机会拿到我妈现在的生物样本。私立医院那边安保严密，信息封锁。至于市医院那边，他们最多只能拿到医院存档的病历和血液报告复印件，至于这些，做不了严格的亲子鉴定。他一定会向其他方向施压，比如逼你当众承认，或者用更极端的手段逼沈阿姨出来。所以，我们要在他下次发难之前掌握主动，这样，密切关注二叔的所有动向，尤其是他接触医院跟鉴定机构的人。是。O型血和他小时候的记录一模一样，难道是我们猜错了，或者沈彩虹的病历是假的？爸，血液对不上去，难不成是方新月在体检环节做了手脚？方总，体检中心是我们提前打过招呼的，流程理论上很严密，但如果对方的手段更高明，提前买通了关键环节的人，也不是不可能。血型可以动手脚，但更深的东西呢，我就不信他能把所有的痕迹都给抹掉。爸，您的意思是 DNA？ 不，血型可能只是巧合，或者被他们钻了空子，但亲子鉴定是科学，是铁证。只要我们拿到方逸晨的生物样本，再拿到沈彩虹的样本进行对比，结果一出，母子关系成立，那他就是乔望川无疑。就算他再怎么巧舌如簧，在科学面前，他也无法抵赖呀。难点有2个：第一，沈彩虹刚出院，去向成谜，我们拿不到他现在的样本；第二，怎么合理合法的拿到方逸晨的 DNA 鉴定？常规手段肯定是行不通，老爷子会起疑的。方总，沈彩虹虽然转院了，但是她在市医院动过手术，在手术中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特别是带有深层生物信息的组织样本，按照规定会保存一段时间。只要我们……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阿龙，你去安排，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沈彩虹在市医院存档的生理样本，记住是原始样本，不是复印件报告。明白。爸，那方逸晨那边呢？找个机会让他自然的留下点东西，头发、唾液，甚至是他用过的水杯，办法多的是，但是要确保样本有效且来源清晰，要证明是他。这次我看他还怎么狡辩。他们正在暗中接触市医院病理科的负责人，似乎是想获取沈阿姨的 DNA。他们果然不死心，开始瞄准 DNA 了。之前医院的样本转院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但难保没有遗漏，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更是防不胜防。意料之中，血型验证失败，这必然是他们的下一步，而这一步比血型更加难以防范。医院那边我可以让向阳再去扫尾，但日常生活中……不，新月姐，我们不但不严防死守，反而还要给他们一点帮助。帮助？对，他们想要我的 DNA 证据，那我们就给他一份足够真实，却无法将我跟沈彩虹女士联系起来的证据。你的意思是伪造样本？但现在的鉴定机构审查很严格，伪造样本风险极高，容易被查出来。不是伪造，是引导。他们想要我的样本，那我们就给他一份，而这份样本恰恰又能够证明我跟沈彩虹女士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怎么可能？除非你本来就不是沈阿姨的。这件事情还需要一些准备。金梅姐，你帮我联系一个人，这个人要绝对的可靠。谁？方逸晨出生的时候，方家老宅的那位家庭医生。另外，我还需要一份方逸晨母亲尽可能详细的医疗记录，尤其是产前检查、分娩记录、病历和血液样本。你想从源头重塑方逸晨的生物学背景？最好的防守是让对手的矛刺向他已经预设好的假想敌。当他拿着这份证据找到爷爷的时候，那一份证据将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这个乔望川心思之深，应变之快，远超我的预期。孙主任，一点心意，我们只需要沈彩虹女士手术切除的那一小块肿瘤组织样本，用于一些私人的医学研究，绝对不会给您和医院带来任何麻烦。这不符合规定，医疗样本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患者已经转院了。哎呀，我们知道规矩，所以才找您帮忙。你放心，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说了，样本归档时偶尔损耗那么一点，也是常有的事嘛，对吧？明天下午，档案室例行盘点和清理，我会把东西放在老地方。孙主任是聪明人。李晨啊，最近在公司适应的怎么样？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二叔。谢谢二叔关心，还算顺利吧。堂哥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多向堂哥多多学习。但是堂哥，你也要多注意身体，我看你最近好像有点累。尝尝这个，这个是王阿姨做的鱼肉，特别的好吃。想用破译样本，方凌云，你这点伎俩连3岁小孩都骗不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自掘坟墓。我吃饱了。爸，你最近气色是越来越好了，听说上周还去打了会儿高尔夫。老胳膊老腿儿活动活动罢了，比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一晨啊，最近在公司还顺利吗？地下人没给你出难题吧？谢谢爷爷关心，正在熟悉各个板块的业务。陈叔和王董呢，老前辈也教了我不少东西，难题难免嘛，但都是学习的路上。爷爷，奕晨他学得很快，最近南区那个滞销项目的盘活方案就是他主导的，效果比预期还好。哦，好啊，能沉下心肯学就好。方家的产业终究要交到你们这代人手里。哎，李元呀，你也得多向你堂哥学学，别整天跟你那些朋友瞎混。爷爷，我哪敢瞎混啊？堂哥这么厉害，我以后肯定多学习。这孩子们都上进啊，是咱们方家的福气。爸，您就放宽心，好好的颐养天年。唉，是啊，看到他们兄妹几个能这样经常坐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我就很高兴。要我拿到啊！希望你们喜欢这份礼物。结果呢？结果怎么样？方总，经过比对，送检的2份样本根本不存在亲子关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样本肯定是被调包了，要么医院那份是假的，要不家里那份被方清月动了手脚。怎么会这样子呀？我们明明盯得很紧了已经。哎爸，现在该怎么办呀？亲子鉴定没有这个铁证的话，那我们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一个方清月，好一个乔望川呐！我还真是小瞧你们了，居然连这一层都能防到。那接下来这事没完，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走，先回去。好一个滴水不漏啊！乔望川算准了我们会走这一步。爸，那我们现在怎么搞呀？血型对不上 ，DNA 也对不上，难不成他真的是方一晨？那悬崖下的车和尸体又怎么解释啊？不，
他越是防守的严密，越证明他心里有鬼。他怕的不是查，是查出来的结果。是，方总，那我们接下来从哪个方向突破？医院那条线被他们守得太死，身份信息这条路又被他们堵上了。但他毕竟是个18岁的少年，社会关系不可能完全抹去。除了母亲、同学，他总还会有别的软肋，或者知道他真实过去的人。您是说他老家的邻居？邻居倒是个方向。我们一直想查乔望川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拿沈彩虹的样本进行对比。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爸，换个什么思路啊？去查乔望川和他母亲的真实信息。少爷，二叔那边最近很安静，没有再去接触医院或鉴定机构，但是他手下的人几乎在调查少爷。不，他是调查乔望川老宅早年的邻居。调查那些陈年旧事，他们到底想找谁？可能是想找认识小时候乔望川的人进行指认。不，他们如果想找人指认的话，应该更关切乔望川的近况，比如中学老师、近期邻居，或者是早年邻居。他们现在更像是在找关于身世的搜证。身世？乔望川的身世很清楚啊，父亲早逝，母亲患病。除非他们能直接找到我跟沈彩虹女士应跟母子的关键人物和证。如果他能证明沈彩虹并非你的生母，那么之前血型和 DNA 不匹配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推断你乔望川和沈彩虹只是养母子关系。查，立刻去老宅查早年邻居，看看有没有关于乔望川早期的身世异常传闻。另外，密切关注二叔采取调查内，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是。查阿婆，你仔细想想，大概18、19年前，乔家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关于小川那孩子的。小川嘛，那孩子命苦，他刚生下不久啊，他爸出事就走了，是彩虹一个人把他拉扯的。要说特别的事儿嘛，小川生下来没有多久啊，这个彩虹她的情绪是一点都不对，特别不对劲儿，她老是哭，她从来不抱孩子出来见人。好像是没有多长时间这孩子不在了，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又抱回来了，说是啊在亲戚家给养了一阵子。当时我们还嘀咕呢，这孩子刚出生，这干嘛送走啊？那具体什么时候孩子不在的？大概多久？记不清了，太久了。好像是小川出生有1、2个月吧。那这孩子反正是又抱回来了嘛。可是这彩虹啊，自从小川回来以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拼命的干活，那对小川啊好的是没得说呀。查阿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那些老邻居们都有点印象吧。但是啊，过去时间太久了。查阿婆，这些钱您收着。今天我问您的话，还有您告诉我的事，不要对任何人说。如果以后再有外人来问，你就说记不清了，知道吗？
晓得，阿婆就说呀，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方总，有眉目了。根据几个老邻居的模糊记忆，乔望川在出生后1-2个月内曾短暂消失过一段时间。沈彩虹对外称是送给了亲戚家，但老邻居回忆，沈彩虹当时情绪崩溃，不像是简单的送养。结合时间点，恰好是18年前。不是，18年前能证明什么呀？18年前也是方逸晨出生的年份。如果当年因为某种原因，沈彩虹的孩子夭折或者失踪了，而恰好在同一时间，另一种身份特殊，需要隐藏婴儿被交给他生。爸，您的意思是说，那个乔望川可能根本就不是沈彩虹的亲生儿子？那会不会是？现在这是猜测，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猜想。如果乔望川真的是沈彩虹领养，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当年发生了什么？或者他就是方家当年流落在外的血脉？方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是要继续深挖乔望川的亲生父母吗？没错，只有找到乔望川真实父母的信息，一切的谜底就得以解开了。少爷，我们顺着二叔调查的线反查回去，接触了几个老邻居，他们提到了一个模糊的信息，关于您婴儿时期可能短暂被送走。沈阿姨当时情绪异常。这件事我有一点印象，小时候总听隔壁小孩嘲讽我说是捡来的，但我妈每次都严肃地呵斥他们，让他们不要再胡说。我们不能被动等待他们出招。既然是他们从我的身世下手，那我们就要找到我亲生母亲的信息档案。什么意思？我很有可能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很有可能我妈的亲生儿子早年夭折，为了抚慰丧子之痛，在孤儿院抱了同年同月出生的我。我们要尽快去孤儿院找到当年的领养文件。方总，我明白了，我去办理。方少，这是之前您给治疗费剩下的钱，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还有1周就可以出院了。留着吧，后续治疗还需要用到很多钱。不，这钱太多了，而且我有话想问您。你说，您到底是谁？为什么对阿姨这么好？为什么和忘川长得一模一样？忘川已经失踪3个月了，电话不接，音讯全无。阿姨虽然不说，但我知道她每天都很担心。您如果知道忘川在哪儿，求您告诉我。他现在很安全，他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做完之后就会回来。那您和他……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更安全。我知道你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高哲，你认错人了。别装了，我是方逸晨生母那边的人。你想知道方逸晨的真正身世吗？明天晚上9点，西郊废工厂，你一个人来，带上100万的现金。我凭什么相信？就凭这个，她是方逸晨的亲生母亲。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把一切都告诉方振海。这可能是个陷阱。他的目的更像是为钱而来的，但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太冒险了吧？我必须过去。不过，钱带来了吗？你先告诉我你知道的。方逸晨的生母是北方林家的私生女，20年前与方父有过一段情。他们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一个留在了方家，一个被送去了孤儿院。林家那个政治事件，对。林婉3年前病逝，临终前把秘密告诉我，而我是他的堂弟。
这里是100万，拿着钱，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好。警察同志，就是他，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别动，让我走！放下武器，退后，要不然我杀了你！你就算杀了我，也走不了。而且你的堂姐林婉也不希望你看到这个样子。你胡说！你又没见过堂姐。我不光见过她，我还知道她葬在林北宫。你去过？每年都去祭拜，因为我答应过我叔母，不公开她的身份。你什么时候去查的林婉的墓？向阳带回来的孤儿院档案袋，我就知道了方一晨所有的秘密。那个林启豪真是林家的人吗？应该是吧，检查会审出来的。距离继承仪式还有1个月，我们能撑过去吗？必须撑过去，不仅是为了钱，也是为了那些愿意相信我们的人。孩子，过来。你是小川，是吗？你和小川的眼睛长得很像，但眼神不一样。小川的眼睛里总是带着焦虑和倔强，你的眼神太沉稳了。对不起啊，阿姨。小川他还活着吗？他活着呢。他现在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让我来照顾你。小川这孩子总是这么傻，他是不是为了我的医药费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了？他现在在做一件非常高薪的工作，等他做完了就回来了。你也是个好孩子，这段时间谢谢你了。这是小川小时候我为他求的平安符，你带着，保你平安。阿姨，你真的不知道汪川在哪里吗？我知道，梅西，你相信我，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阿姨治病，也为了给你们的未来。那你呢？你为什么要帮他？因为我也需要他们，我们各取所需。你会保护他吗？我会以我的生命去保护他的。你明明就是他，为什么要否认呢？羚羊，果然如此啊！乔望川根本就不是沈彩虹的亲生子。这份证明加上我们之前查到的邻居证词，足以在老爷子面前撕开第一道口子。但光有这个还不够直接证明现在的方一晨就是那个被点名的乔望川。爸，那怎么办？直接拿这个去给老爷子说？不，老爷子现在偏信他，单凭一份来历不明的记录，他完全可以推错是伪造，是诬陷。我们要让乔望川自己在极度被动的情况下亲口承认。不是，爸，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沈彩虹刚出院是最脆弱的时候，那个林夕是乔望川最大的牵挂。把这2个女人控制住，逼迫乔望川就范现身。他不是重情义吗？那就让他为情所困，自投罗网。我明白了，我们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他敢来，我们就让他原形毕露，插翅难飞。找可靠的人，把事情做得干净点儿。地点就选在城东的那个废弃的7号仓库，偏僻好控制。记住，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逼出乔万川的真实身份和承认罪证。等拿到录像或录音，其次才是永绝后患。明白。林夕，这段时间多亏你了，现在我身体好了，你专心回去复习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阿姨，我没事，我这次月考还考了全校第1呢。真的呀？沈女士、李小姐，请待在原地。谁？跟我们走，不会伤害你。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全部拿下！我来了，人呢？乔望川，你可真有种，敢一个人？我妈和林夕呢？他们暂时很安全。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看什么？当然是要你放弃继承权，然后承认自己是冒牌货，永远滚出方家，并且把从方家得到的钱全部通通转给我们的账户里。如果我说不呢？哼，那你就等着给那2个女人收尸吧。二叔，你的计划失败了。你们报我了，放下武器！老板，这怎么办？快抓住他，抓住他当人质啊！快，哥哥，你毁了我的一切！凌渊，你放下脚，还有机会。机会？老子早就没有机会了！就算我死，我也要拉着你做垫背的！方振海、方凌渊，你们父子涉嫌绑架、谋杀未遂等多项罪名，现依法逮捕你。你不是方一晨，你绝对不是方一晨，我会证明的。妈，林夕，你们没事吧？孩子，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你吓死我了！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去仓库，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新月，振海他真的做了那些事？是的，爷爷，证据确凿，警方已经提起公诉，二叔可能要面临20年以上的刑期。造孽！爷爷，保重身体。新月，你老实告诉我，依晨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爷爷，您说什么呢？我是老了，但不糊涂。最近发生的事太巧了，而且依晨的表现好的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那是因为依晨聪明。太聪明了，聪明的像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提前准备好了应对。明天我要带着依晨去做亲子鉴定。爷爷，在您带我去亲子鉴定之前，有件事我要向你坦白。说，我不是你的亲孙子，我是养子，我是养子。你怎么知道？方家老宅的档案袋里，我看到了收养协议。你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要继承方家？因为你需要我，方家需要我，而且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的亲爷爷，无论他有没有血缘关系。你父母一直没能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是把你从孤儿院领养，那时候他才3个月大。我知道，他们把你当亲生的，
我也一样。我会保守秘密。你不是奕晨，对吗？虽然你长得像，知道的也很多，可你终究不是他。对不起，爷爷。真正的奕晨呢？真正的奕晨呢？他死了。二叔制造了车祸，方正还为他家政，连亲侄子都不放过。他现在入狱了，也是罪有应得。起来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了给我妈做手术。做手术？就为了做手术吗？对于穷人来讲，没钱做手术就等于没。现在你有钱了，为什么还回来？因为我答应过你，要担起方家的责任。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叫王川。王川，好名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方景天的亲孙子，是方氏的继承人。新月，继承仪式提前吧，我明天就宣布方奕晨为方氏继承人，并移交股份。爷爷，太着急了吧？我累了，方氏集团也需要稳定。奕晨，你能担起这个责任吗？我能。爷爷，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安排明天仪式和发布会的事宜。爷爷，我也去找一下。姐，刚才看来爷爷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是没有揭穿二叔，也没有揭穿你我。好在你证明了你的实力。等继承仪式结束之后，我能拿下剩下的500万。然后呢？你要离开吗？合同是到继承仪式结束。可是爷爷需要你，方氏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是乔王川，不是方奕晨。你可以是，爷爷现在已经把你当成亲孙子了。姐，我想等公司稳定之后，我把董事长的席位交给你。什么？你比我更懂方氏，更懂爷爷。况且，我想陪伴在我妈身边，还有林夕。你要走？我会保留董事席位和股份，但是日常的管理会交给你。你要去做什么？我打算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和重症的患者，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爷爷不会同意的。他会的，他会知道，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今天我正式宣布，我的孙子方奕晨将成为方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继承我30%的股份。谢谢爷爷的支持，感谢各位长辈、同仁、朋友的莅临与支持。我承诺将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守住这份基业，并把它引领到更高的高度。我愿与诸位一道，携手共进，共创未来。方董事长年轻有为，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方氏集团在您的带领下，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一切顺利。对他来说，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奕晨，欢迎正式加入董事会。下周1的例会，我们可都等着听你的发展规划。一定不负众望，陈伯。方董，这是您需要签署的文件。另外，下午3点有董事会例会。知道了。
钱已经转到你指定的账户了，500万，一分不少。谢谢。你真的要离开吗？爷爷今天还问我，你什么时候搬回主宅？再等等吧。孩子，你来了。来，坐。阿姨，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好多了。小川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快了，等忙完这一阵儿，他就会回来。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你有苦衷。没事的，快过去了。不管你是谁，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的孩子了。方少，方少，您能告诉我乔望川现在在哪里吗？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你是指方家大宅吗？叶希，你承认了？是，我是乔和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想把你卷进危险里面。那现在怎么办？方家那边，继承仪式已经结束了，我拿到了钱，等我处理完一切之后，我再回来。你要去哪里？你不是考上了京师的外语大学吗？到时候我带着我妈一起去，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既然你已经拿到钱了，为什么不提前离开？因为我答应过方心月，要帮她稳定住局势。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方心月了？她是我姐姐。可是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叶希，我的心里只有你，从上高中的第一天就是。小川，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吗？妈，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完了我再去找你。你要小心。放心，你啊，到了那边好好上大学啊。我会的，但是你一定要来。我保证。今年方氏集团市值增长30%，可见子公司也成为行业新星。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孙子方逸晨。谢谢爷爷。这一切的功劳不光属于我，属于方氏集团的每一位员工，属于新月姐的辛苦付出，属于所有信任方氏的合作伙伴。你才是方氏的灵魂。不，方氏没有灵魂，只有团队。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下个月起，我将辞去董事长的席位，交给方新月接管。你真的决定了？爷爷知道吗？知道，爷爷也很支持。弟弟，谢谢你。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话，也没有今天的我。林夕，小川说今天回，下午的飞机。妈，林夕，你怎么提前回来了？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哎呦，瘦了，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不累，看到你恢复这么好，什么都不累。先生，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啊，张妈，麻烦你先把我妈推进客厅，我跟林夕随后就到。好的。
你以后就在京城了吗？公司的事务远程处理就好。这次回来主要是陪妈，还有陪你。陪我？你还在上大学，留在这里这样方便照顾。那方家那边怎么办？我已经打点好了，姐会处理好一切的。只有大事的时候我再回去。忘川，我觉得这一切都像在做梦。半年前你还是一个为生活担忧的穷学生，现在我还是叫忘川，只是多了一些责任，多了一些牵挂。林欣，我打算在京市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对，慈善基金会的选址和初期运作就在京市进行，这样我也能兼职照顾你们。你觉得怎么样？我当然支持，可是这不会让你更忙吗？忙肯定是会忙的，但是有意义啊！不都说了吗？这次回来主要是陪你和妈。基金会呢，以后也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等你学业不紧张的时候，你也可以过来帮忙。好，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我就会一直陪着你。谢谢你啊。进去吧，妈都等着急了。乔院长，这是本周的自录申请，一共30份，全部审核，符合标准的尽快拨款。是。忘川，你看这个高中生，母亲生病，父亲残疾，但他的成绩依然是全校第一，全额资助，包括大学的学费。还有这个，福利院的孩子都需要新校服和书本，买最好的，另外联系学校给孩子们提供免费补习。乔院长，您这样用钱，资金会的钱很快会被您用完的。钱没了可以再挣，但这些孩子的机会没了，可就真的没了。是。爷爷，小川，基金会做的怎么样？很好，我们已经帮助200多个家庭了。好，这才是我方家的子孙该做的事。哦，对了，你妈身体怎么样？我妈现在很好，她现在跟我一块住，相互照顾。嘿，那就好。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看看？下周吧，林夕放假，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回去。全家？好，全家，爷爷等着。爷爷，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爷爷，这位是我妈沈彩虹。彩虹，好名字，欢迎到我们家来做客。方老先生，您太客气了，打扰您了。小川、林夕，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回家。阿姨，我是新月，常听小川提起您，今天终于见到了。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见外。来，家里准备了便饭，我们边吃边聊。走，走。彩虹啊，谢谢你培养出这么好的孩子。方叔，是我们该谢谢您，给了小川机会，还有新月小姐。沈阿姨，您叫我新月就好了。爷爷，您多吃点。好。哎，小川啊，你和林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等林夕大学毕业之后吧。那还有2年呢，
爷爷等不及，想抱曾孙子了。来，忘川，你真的要放弃方氏继承权去做慈善吗？那些，你知道我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什么时候？不是我继承方氏的那一天，也不是我赚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而是上周我们资助的那个白血病的小女孩，她打电话跟我说，她配对成功了，可以做手术。你总是这样，为别人想太多。以前呢，我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啊，但是现在有能力了，就想把这份帮助传递下去。我爱你，乔忘川。不管你是穷学生，还是方氏继承人，还是慈善家，我都爱你。我也爱你，永远。我曾经是穷学生的乔忘川，也曾经是豪门替身方逸尘，但现在我只是我自己，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想用余生照亮他人的人。这条路很难，但很值得，因为真正的逆袭从来不是从底层爬到顶层，而是无论站在哪里，都不忘来时的路，都能伸手拉一把还在登顶的人。